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 今天是2025年的5月2号的复盘视频，我们来做一个美股的盘前分析。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和你的风格相匹配，对你的投资是有帮助的，欢迎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后续第一时间观看到我的内容。那今天我们的一个盘前分析呢，会分为两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对纳指的一个走势呢进行一个分析。那目前呢，我们看到美股现在是一个极致的诱多，所以呢 Lucy 在这边提醒大家需要减仓了。那第二个部分呢，是去分析一下权重股的一个股票走势。那么这里边呢，会分析到特斯拉、苹果公司、那英伟达还有 QQQ 还有 SQQ 的走势。那么 SQQ 的话呢，是应我们粉丝朋友的一个要求去做一个分析，所以说大家看到想要分析的股票呢，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那么 Lucy 看到的话会给大家去做一个分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股票的走势图。那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目前呢我们的一个版面上出现的呢是均线的这一个位置。那么这个均线呢，它现在目前是在这个55日均线的一个附近。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昨天看到其实纳指是一个跳空高开，那也得益于这个 Meta 还有微软这个英伟达公司的一个跳空拉升呢，去带动它的一个节奏。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它现在收盘呢是收在了17710点的一个位置，现在呢就是微微的跌破了一点我们之前画的这个参考线。那么现在呢，它其实已经来到了共振的一个位置。那此前呢 Lucy 有分析过上一条视频有提到过，说这个位置呢是一个重合的一个共振的压力位，所以呢目前为止它是出现了一个小的一个十字星的走势。那么这里也反映出它的一个这个共振呢是出现了一个分歧。在这个地方出现分歧，但是呢，现在目前为止呢，我们没有办法确认它现在呢是一个这个压力的一个行情，就是在这个位置没办法确认它上不去了。那么我们的一个这个参考的点呢，首先 Lucy 来说一下如果说它现在呢一个强势的一个阳线继续上涨的话，那么它的一个这个空间呢就会来到17700点到18200点这个位置这个区间，所以说这个空间呢也有500点。那当下呢，现在除开说这个财报季的一个公布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业绩大幅超预期的但是并没有对未来的行情呢，就是未来的一个财报呢做出一些这个指引。所以目前为止我们从技术上看呢，它的一个170日均线还是在一个上方的一个水平。所以呢，现在就是说它的一个线呢，除开这个，就是即便是在这个地方站稳了，那上面的170日均线呢仍然是一个牛熊分界线，所以呢现在这个区间呢其实会面临很大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其实呢真的是手里边被套在这个区间的也会去选择一个抛盘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纳指的话它上行的空间并不是很大。那当然呢，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它出现回调的话，目前为止呢我们去看一下它回调的一个关键的位置，就是它涨上来的时候其实遇到的最大的一个这个阻力呢，就是之前的这根大阳线。那目前我们看到它已经被1、2、3、4、5已经确认的把它去这个反包掉了，所以呢这个消化掉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去看到它回调的话，有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的一个20日均线的一个附近。那么这个就是短期的一个这个支撑位。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们也能看得到目前为止呢，它的一个这个 MACD 是出现了一个这个平盘，并没有缩小。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等到5月2号的一个这个 K 线呢，去等它一个确认我们大家呢，在这个过程中就不要太去追随它的一个这个上涨，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上涨的话，毕竟还是在熊市当中。那么我们之前呢有去分析过就是在内部的课程呢 Lucy 有去讲过这个月线月线的话呢，其实我们能猜得到4月份去收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形态的一个这个 K 线，但是呢这个 K 线的话，其实它现在一个长的一个下影线的话，是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个点因为在
历史的过往的一些行情当中，那出现了这样的下影线的话，其实呢会有一个这个说法，就是说它还会来到这个位置。所以说我们看过啊之前的这样的一个 K 线的话，它都会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组合。那我们截取啊一个这个相似部分，那就是啊这2根 K 线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那么它所处的一个位置就是在这个白色和黄色均线的一个这个即将要死叉的一个位置出现的一个这个大的一个阴线，所以说这是月线啊，所以一整个月呢基本上就是一个开在高位然后收在低位的一个走势。那么我们现在看当下呢，其实啊已经呼之欲出了，纳指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走势。当然呢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啊，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都被我们的一个技术分析拿捏了的话，那这个市场它就不会啊称之为市场。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啊，它的一整个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 K 线，那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就是它会出现2个月再走完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即便是这样的话，我们知道啊，目前为止纳指的话，从月线上来看，它现在是受到了一个这个长期的一个压力。那么我们看到，其实在头顶上啊，这条白线还是在头顶上的。所以说啊，现在呢，我们从月线的角度看的话，目前这个点位它上去的概率啊很小很小。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一个特殊指标龙头引力啊，它现在呢已经是出现了一个这个资金出逃的一个过程。那么包括啊它的一个龙线啊也会出现一个下跌，而且呢之前啊 Lucy 有经常分析这个 MACD， 我们可以看到 MACD 的话，现在目前为止呢是3个红柱子啊，一根比一根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它现在如果是一旦下跌的话，它的力度就会很强。但如果说它反弹的话，其实没有 MACD 的一个助力的话，它其实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动作，反而如果说向下的话，走出这样的一个走势的话，那可能向下的一个速度会比较快。所以大家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越反弹就越要减仓，就是这样的一个思路。那么这个是纳指。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就是纳指它的一个跳空呢，肯定是归功于其他的一些这个权重股票。那我们接下来去看一下其他的一个走势图。首先先来看一下贡献比较大的是英伟达啊，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那英伟达它的一个走势的话，目前呢，英伟达现在还是受制于目前前方的这个大阳线的一个收盘价啊。现在收盘价呢，其实呢，再往左看啊，我们之前的一个这个跳空的参考 M 形状，那它在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一个压力位，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为止遇到的这个压力线啊，就是之前的一个支撑线，撑压互换的一个关键的位置。昨天是出现了一个这个高开冲高回落的一个走势。那目前为止呢，英伟达现在啊尾盘出现了一个跳水啊，它的一个这个跳水幅度还是比较大的，最高去到5个点，然后最低呢去到2个点，盘中的振幅有 3%。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啊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呢，目前是走出了一个这个上升三角形的一个走势。那在这个极致的一个位置的话，那如果说站上了啊，这么我们每次都会分2种情况去分析。那如果说站上了这一根 K 线的话，那么它上行呢还是有这个压力的，也是不过120元的一个位置，大概5块钱的一个空间。那么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走势了。那另外呢，就是说它如果说选择向下的话，那它的一个这个低点和低点的连线呢，就是阶段的一个低点的连线，我们就会看到它回踩的话，其实呢是这一天的一个低开已经回踩过这个趋势线了，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还是会出现一个窄幅的一个反复的。那么我们就看准了啊，下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开盘价，也就是105这个位置会否跌破。那么这个就是英伟达的一个这个短期的一个空间。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说它的 MACD 呢，现在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虽然它是有绿色的一个柱子的一个这个加持，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毕竟我们知道啊，它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过程中，还是一个水下运行，包括目前为止没有看到指向性的信号，就是说它的一个这个低点是否会这个出现这个底背离，所以目前为止呢，还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所以英伟达的话，它的一个分析呢，就还会出现这个反复。另外呢，我是从60分钟均线来去看的，因为我们
在这个过程中啊，有提到我们的一个这个机构成本线，它是由这个几个线组构成的。但目前为止呢，现在有一个这个非常弱势的一个表现呢，就是它是踩到了蓝线组之后呢，出现一个拉升。现在目前为止，它虽然站上了这个绿线组，但是呢，现在蓝线组还在下方，所以它会经过一番震荡之后呢，它的一个强势会把这个蓝线组拉起来，穿过绿线组。那么这之后呢，才能去做它的一个这个反弹的一个这个上行。那如果说这个蓝线组没有穿过绿线组的话，那么它还是会出现一个掉头的话，那其实英伟达的话，它未来的一个走势还是会被一个这个绿线组去压制。就会出现这里的一个这种情况，所以说现在呢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和比较纠结的位置，这也印证了为什么 Lucy 说它的一个日线呢会出现一个三角形的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就是这个原因。所以说目前为止英伟达呢它上涨的话其实空间有限，下跌的话呢也会被三角形的一个这个上行的边界所阻挡，所以目前为止现在只要等它选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苹果公司，那苹果公司的话，在前一轮的一个这个拉升呢，这里Lucy 在内部的一个课程有给大家讲过它的一个这个相似的一个位置所以说有想参与这个 Lucy 内部课程体验的小伙伴呢，其实是可以这个申请的。那申请的方法呢，就是你要成为 Lucy 的订阅粉丝给 Lucy 点一个订阅。那么我们视频的下方呢会有这个小助理的一个这个连接方式是在置顶的一条链接里面。那么加上小助理的话呢，你可以跟助理去申请发送这个礼物2个字呢，会领到Lucy 在内部的一个这个课程的一个这个链接。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 ，Lucy 会分享特别具体的一些盘前的一些解析，包括一些预判。那么在这里呢，有希望去学习一些这个更多的技术分析的朋友呢，你可以去申请这个体验。我们的体验呢时间是1周，因为我的内部课程呢是在每周的周2的周3周4的一个下午5点钟香港时间下午5点钟去进行。那么课程的时间呢大概会有这个45分钟到1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另外呢还能领到Lucy 的一个这个3金共振战法的一个方法的一个使用。那么这个是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礼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分析一下这个苹果公司。那此前 Lucy 说内部课程有分析到，那苹果公司之前呢它就走出了一段非常非常窄幅的一个震荡，甚至是没有10块钱的一个差价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近期它又走出了一个连续7天的一个走势，刚好呢也是赶到了这个苹果公司的一个这个财报的一个发布。那我们可以看到苹果公司财报的发布呢，其实它的收益呢是微微超预期的，这与机构的一个这个预测呢是相吻合的，但是呢并没有说因为关税的一个影响对未来的一些周期的一个影响，这些呢可能是受制于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政府不让去这个提及。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这个走势就已经印证了其实没有太多的资金呢愿意去推动。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一个缺口的一个位置，现在呢只是这个微微的站上了一半，而且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K 线呢是不断的去反包去这个包裹住前一天的。这就证明了，如果说它是强劲的走势的话，正常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大阳线，然后继续向上，而不是这样的一个小阳线去这个推升。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连续7天6天它都会在一根 K 线的一个内部去震荡的话，这个就说明它的一个弱势了。所以苹果公司的话呢，其实 Lucy 有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空单，但是呢在这个地方已经这个低开的时候已经出掉了，所以说它的一个这个幅度呢目前为止现在还没有展现出来。当然我们现在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位置呢，其实我们把这个均线拿出来，它现在所处的一个位置现在目前呢是比较接近于这一条绿线组了，而且我们知道这里是密集成交区，也是套牢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如果说真的没有资金推动合力推动的话，那基本上就是一个最高的一个这个缺口的一个位置。所以前一条视频Lucy 也提到过，说苹果公司在这个过程基本上
就是缺口，就是它的一个压力位，而且呢上不去。那我们再假设一下，如果说未来的一个股价呢会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回调，那么不管它回调的幅度有多深，那么它这一组的蓝线就会下穿这组绿线了。那么到那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空头排列的一个这个非常标准的一个走势。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也能看到苹果公司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这个大幅下跌。当然前面这个大幅下跌是因为关税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后面的话，我们看到苹果公司它的一个这个公司的走势的基因就是这样的，它会小小的阳线去拉升啊，但是呢它会大大的阴线去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苹果公司的话现在呢我认为观望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么手里有持有苹果公司的朋友呢，也可以去做一个减仓的一个动作。那么这个是对苹果公司的一个分析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特斯拉吧。特斯拉的话，目前为止呢，在我们上一条视频里边有提到过这一条线的话，它必须要站上这个2到3天啊。那么目前为止呢，这条线呢，我要重新画一下啊。它这条线呢，其实我之前有这个放过这条线的话是288.2块，那么我们约等于288。现在可以看到呢，目前为止它的一个这个前2天就还是在这个位置呢上下的一个震荡。所以说特斯拉最近呢，它是走了4根这个小 K 线，但是它并没有跌破没有跌破哪里呢？这一根大阳线的一个这个防守。所以目前为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每一次踩的一个位置呢，就是这根阳线的一个顶。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即便是昨天出现了冲高，它也没有去试探上方我们之前给到的这个300块钱的一个压力。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是比较纠结和有分歧的。那么特斯拉的话，目前为止呢已经被证实的说是一个假消息，但是呢空穴来风可能是空头为了去这个让特斯拉下跌一下，去这个买入，对吧？出现的一个这个舆论上的一个这个制造压力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其实特斯拉它也是会在一个这个空头和多头比较纠结的一个位置了。所以说呢消息对它的一个影响就会比较大，所以盘中出现了一个快速下跌之后呢又拉回来了。当然这个咱们说这个马斯克对这个这条消息呢是极度的气愤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也不免去这个担忧，现在呢特斯拉的一个股价它的上行会有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消息会阻挠它。所以呢特斯拉目前为止我认为大家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减仓。那么等到它会出现一个这个给低吸的一个位置，或者说确定了我们的这个缺口它能反弹上去的话，那是最好的。如果不能的话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去做减仓，下来之后再去接也没有问题。毕竟前面的这个3个月已经的一个震荡证明了其实特斯拉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大家有这个共识的一个位置。所以说特斯拉的话，它的一个分析呢就比较清晰了。如果说能站上300元的话，那么它向上的一个空间的话就不用担心了而且呢我们会发现这一条线的话，它会穿过蓄势区，会拉升到这个加速区，那到那个时候就会吸引到更多的资金来参与。其实呢有60分钟线其实是有一些端倪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去发现它的一个均线的一个规律呢，就会看到这个蓝线组其实会上穿绿线组，会形成一个多头排列。那如果说特斯拉在这个过程它通过60分钟 K 线的一个震荡，然后呢把它震到它的一个它一定会回踩这个蓝色均线的。如果说踩到蓝色均线之后形成一个金叉，到那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共振战法也好，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发现也好，你在这个260这个位置，甚至是260到270这个区间，那你还是可以去这个参与它的一个短线的。所以呢特斯拉的话，其实目前为止我们没有必要去参与它的一个震荡。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之前Lucy 在内部课程也有讲过它的一个这个走势，那基本上60分钟的这个 K 线呢完全是按照我的预判来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技术分析是能给到我们一些提示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QQQ， 这张图表呢是 QQQ 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QQQ 它的一个走势呢现在就顶到了它的这个绿线组。我们知道这条绿线组是一个牛熊分界线的一个机构成本线的，机构成本线的一个位置呢现在是出现了一个分歧，而且呢它现在呢
呢，其实 QQQ 的走势会比纳指会略强一些。那么在这个过程呢，也是完全复制了纳指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那 QQ 的话，它现在呢是从技术上来讲，它现在的一个龙线的话是一个已经到了一个加速区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均线上啊来去再结合一下，那我们看到蓝线组在头顶上，所以呢，这个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拉升，它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反复的一个震荡，甚至如果说在一个这个未来的一个走势的话，我们刚刚有分析过纳指，那它会出现一个向下的一个这个阴线的话，那么其实 QQ 的话，它的一个这个高处就是在490这个位置了。所以说啊，咱们有这个持仓 QQ 的或者是 TQQQ 的朋友呢，那在这个地方啊要进行一个减仓。那么这个是 Lucy 的一个判断。那刚刚有提到 TQQQ， 我们就要去看一下 SQQQ。那 SQQ 的话就是与 QQ 相反的一个走势。当然呢，现在我们的有粉丝朋友呢是套在里面了啊，因为我们在这个内部课程里面有提到过啊。Lucy 有提示过大家，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个重要性。那么我之前有讲过，说我们在收盘的一个前半个小时或者是前15分钟再去参与它的一个确定性的形态呢，就会安全一些。所以我一直会把这个位置呢去作为一个参考。那么嘱咐大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否能去参与，那必须得是站上这一个 K 线。当然呢，现在我们有被套的小伙伴呢，他不愿意啊去这个割肉，或者说他认为可能纳指啊，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回调的话，那么应声 SQQ 就会一个上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呢，可能会有被套的一个情况出现。那么我们现在呢，通过现在的一个均线的话，那Lucy 不能直接说我们是有机会啊去回本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只能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你在这个过程如果说我们昨天设的止损位是这个位置啊，所以说现在呢，如果说被套在里面的话，我们的一个止损位呢还是在这个地方。如果说真的啊出现了一个这个破位的话，你可以先出来，之后呢，如果重新再站上这个位置的时候，你再买进，这是一个我们在做交易过程中的一个非常标准的一个执行啊交易的过程。所以说啊，在这个地方不是让大家割肉或者割在地板上，我们进出是有标准的。啊，这进出是有一个标准，那我们的标准就是我们以它的一个最低点，或者说它的一个这个开盘价去做一个止损。那么如果它真的跌破了，你不要去这个扛，因为它是3倍啊，它是3倍做空，它有杠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还是这个会奉劝我们的这个粉丝朋友啊，你在这个地方呢，这个缺口，对吧？它要今天能补上的话还好，如果说不能的话，这个缺口存在这儿就会变成一个压力。所以呢，现在的一个分析呢，就是 SQQ 我不能判断说它在这个地方一定会能这个让你回本或者怎么样，但是它上涨的一个概率呢，现在是如果它一直跌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呢会出现一个这个极致的一个位置的话，它有可能会出现反弹的。那么反弹的话，我们就要去看准还是这个位置，我们能做的一些这个操作。到这个地方啊，你可以这个到时候我们再跟踪啊，是减仓还是继续持有。那么 Lucy 也会继续的这个录制视频给大家分享的。那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周见，拜拜。